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新的一年来了，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呢，想要推荐几样我们觉得2025年才刚购入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是我们接下来露营可能都会频繁使用到的。那最后面呢，我们也会推荐我们5样准备要这个淘汰的东西。那因为它有一阵子没有用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思考一下它新的用处。好，第一样我们要介绍的品牌是 Tokyo Crafts。那如果有在关注目前日本露营品牌的，应该对这个品牌不陌生。这个品牌设计超强，从2020年它成立之后，好像陆续发了烽火台啊、帐篷等等的东西，都非常受到欢迎。那我们购入了这个小边桌，它是一个架子搭配一个天板。那这个天板跟其他的延伸配件呢，它都可以在做无限的串接。这个商人的思考跟巧思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一个模组出来之后，它能够跟其他的东西去做搭配，这个是很强的地方。再来第二个是我们很希望购入的东西是能够在家里也能使用，所以我们把它在家里面是把它摆放成层架。好，所以这个颜色其实跟我们的铁桌 Tall Table 非常搭配。所以整体而言，我们使用上目前来说非常满意。那接下来露营也应该都会带着它。那它唯一的缺点，我觉得可能就是它相对比较重一点，是蛮有分量。然后它的收纳袋呢，还要再另外买。但是我觉得它是缺点，但是它也是它的优点，因为它的刚性够，所以才能够负载很大的重量，这样子。也可以去摆放很多东西。第一样东西 ，Tokyo Craft 设计很强。第二样东西，我好像懂了。我们那个田中先生这一集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收看一下。认识了他的3-8灯收藏之后，我开始渐渐懂为什么大家要买3-8灯。3-8灯这个牌子呢，它除了灯以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不敢轻易踏入，因为这个领域太大了。我们有购入了几个它的联名灯。那3-8灯这个东西为什么值得推荐呢？我觉得本来我们在选择小灯的时候，其实都只有看它的防水性，然后它的功能，然后它的亮度等等。然后当时看到3-8灯这个东西，200流明，然后电池还要自己买，周边的配件全部都还要再扩充，各种东西都要另外添购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开始购买的小灯就是以 Lancer 啊，或者是 Go Zero、Zig 为主。但是后来发现田中先生他在使用之后，布置起来别有一番风味，而且增加了很多夜晚的一些气氛。有时候在那个露营用品店看到3-8灯，还没有被它那个气氛给带入，但是当你在露营的时候情境下使用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说，哇，这个东西好像真的可以来个1颗。但是这个来个1颗之后，就接着会有来个很多颗。那所以我知道有一些玩家我是没有很懂啊。田中先生的推荐之下呢，就有先购入了几颗。那不知道他是说购到一个阶段呢就会停了，就是可能要很多。可以扩充的配件是3-8灯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因为它周边的太多品牌都有跟它做联名，那设计的东西也都非常好看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可能2025年可以考虑来个1颗。那来个1颗之后，不确定后面还会不会有其他颗。所以大家斟酌。第3样东西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轻量夹，是 Idea Sekigawa， 它是关川制钢，它是在日本新舄县厌世的品牌，厌世，很厌世。它就是厌3条，你会看到很多那个日本的不锈钢，然后或者是相关的铁器都是从这个地方生产，然后所以它非常有名。这个很多人看到我拿这只夹子的时候，都会抱以怀疑的眼光，为什么要买一只夹子300块？但是这一只非常轻量，特别是我们在爬山或者是露营的时候，我们要使用它非常方便。它除了可以拿来吃东西，还可以拿来夹东西，或者是夹别人碗里面的东西，拿出来就可以马上吃东西，你就不会用你的手去摸，还要在那边干洗手或者是用酒精消毒。用这个干净又卫生。假设你平常用筷子，你现在要放在这边，放好，我们想象一下，它就滚到桌子底下，如果地不平。但是夹子就不会有这个问题，而且它可以收纳在旁边的这个 hanger 挂钩上面。
那同时呢，它有出大支的，大支的拿来料理也非常方便，但你要注意哦，因为它是不锈钢的，所以你放在锅子旁边，如果放太久，拿起来会烫。好，所以使用上可以小心一点。那这个拿来送礼或自用都非常方便。我示范给大家看。假设你今天想要吃一个蛋黄卷心酥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夹起来。夹东西还要示范吗？就这么简单。吃起来是不是很优雅？东西吃起来也更好吃。不好意思，它售价是400块，怎么那么贵啊？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马卡纳。马卡纳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木质品牌哦，然后它有非常多的商品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马卡纳的灯座，那它的做工其实非常非常的细哦。那听说它这个木头都是用不同的材料去做拼接。我们这个是刚好有看到有现货，然后想说买来试试看，因为买了3把灯嘛，就必须要有灯座我来去点缀它。好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CP 值很高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台湾品牌灯座还送这个灯柱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东西呢，不只是在露营的时候可以让你有一些居家的气氛，我觉得也可以放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面，都是蛮漂亮的一个摆设。说到冬天的露营拖鞋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，就是日本品牌苏补。好，那它是2016年在日本成立的品牌，它就非常非常的流行。因为冬天你说要穿拖鞋，那穿夹脚拖或者穿一般的 EVA 拖鞋都会非常的冷。这是一双里面结合的丰富的保暖材质，好，然后外面呢有这个防水，然后跟抗刮的一些布料。那我们购买的这双是苏补跟 Nanga 联名的，然后它是使用的 Nihok 这个南染材质的布料。苏补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非常强调要在室内跟室外都能够享受那种裸足的感受，所以这双鞋子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的 EVA 中底呢是有4层的结构啊。那这个4层的结构让你穿起来就非常非常柔软，就算你在室外或室内，那甚至是这样的草地或者是石头地，穿着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好，那大家其实拿原尺寸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担心流脚汗的话，可能可以再套个袜子。那冬天套个袜子不为过吧，会更加的保暖。好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苏补冬天非常适合的户外拖鞋，那也是一个很适合送礼的，好不好？大家有送礼需求的话，这些都可以参考一下。露营小物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袋子，提供给大家。推荐完以上5样商品之后，我们要断舍离。那接下来这一趴呢，就看大家要不要继续看下去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也使用了蛮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发现后来可能风格不合，或者是比较少使用到它。有兴趣的话，在底下留言，好吧？我们想要出售，麻烦大家。来，第一样就是这个 Snow Peak GS 600，就是 Snow Peak 非常经典的一款卡式瓦斯炉，外形非常的简约漂亮，然后同时呢，你摆在家里面也不会有人发现它是一个卡式瓦斯炉，完美的跟你的生活结合，这也是 Snow Peak 设计很厉害的地方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比较少使用它？第一个是因为它的使用方式它是一个折叠的卡式炉，所以你必须要先打开、拉开来，然后做一个旋转，固定好之后放入卡式瓦斯，然后你就放在桌面上使用。看似一个非常流畅的使用方式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要是放在你的桌面上，再放上锅子，那你煮饭的位置就会变得非常高，所以你的手就要抬这样子。那后来因为我们买了这个 IGT 的桌，所以我们发现隐藏式的卡式炉反而会让整个桌面更平整。我们其实就比较少拿出这个炉子来做使用。再来，它的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是，因为它要做这样的收纳设计，所以它的功率并没有那么好，它是只有 2.1 kW。所以对比我们的 Soto 340的这一款呢，它的出力有到
3.4k 瓦，比较起来，那它的防风效果没有那么好，对火焰上面比较没有那么集中的情况下，有时候你煮火锅啊，冬天就要花蛮长的时间。那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炉啊。我们现在就变成，假设有朋友跟我们借啊，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去露营，然后需要多一个备用炉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把它拿出来做使用。接下来我们要断舍离的物品是 Post General 的太阳能 LED 灯。当时这个应该算我们第一个买的偏比较风格一点的灯了。那它可以这样展开，酷吧？我们是看到詹姆士推荐的，詹姆士做料理的那个詹姆士，然后它有几种使用方式，就是它可以有手电筒，然后有旁边的这个暖光灯，然后还可以这样做闪烁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个。对，那为什么我后来比较少使用它？就是第一个，它亮度比较没有那么足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它展开之后，挂在哪里好像都有一点有点幅员太辽阔。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底下有附这个隐藏式的磁铁，所以它可以直接吸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比较少使用它，那它还是一个蛮厉害的这个产品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，然后我们便宜售出把它带走。谢谢大家。Uniflame 黑皮铁板锅 ，Uniflame 大家都知道，它是制铁的很厉害的一个露营品牌，想出来做一些铁板料理，因为它可以直接进火烤，然后也可以直接在炭火上面。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为什么这个上面会残留这么多不同痕迹？那我不知道这是使用的痕迹，还是我们用法不太对。我们拿来煎牛排的时候呢，它也常常稍微大。它其实我们已经都会上油去保养铁锅了。这个在驾驭上面我看是不太容易啊，不太清楚它的使用方式。后来就一直被我们雪藏在我们碗盘柜里面，觉得蛮可惜的。然后如果有缘人呢，觉得这个东西还 OK， 我们贱价出售。再来，我们要断舍离的商品就是 Mercury 的防泼水折叠篮。那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想说，我们缺了一个垃圾桶，所以就想说，这个可以拿来当一个垃圾桶，好像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它里面是有这个油蜡材质，所以有一点抗泼水，然后可以丢一些，比如说鞋子啊，或者是湿衣服啊等等。但是它如果拿来当垃圾桶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它旁边并没有那个挂钩可以让你去挂垃圾袋，然后再来它没有上面的这个上盖，所以使用上面呢，可能你晚上放在外面，你就必须要赶快先去倒垃圾，不然如果有味道的话，可能一些猫狗就会刚好来吃。就很方便吃，因为开口超大。但是它这个东西还是蛮酷的因为它售价非常便宜。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这样折叠。所以其实收纳起来是蛮方便，然后非常美式，而且很轻便。重点日币1430，拿来送礼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最后一样我们要断舍离的商品就是 Nordic 的天幕，那是 Kali 12这个3x4的天幕，那它里面有附银柱，然后它是一个科技棉的材质，那搭起来其实非常漂亮。然后当初我们是想要搭配我们的 Geeky One，但是因为呢，你知道天幕其实搭设上真的需要一些技巧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次就是搭的有点塌。那再来，它也非常的重。所以我们后来在换了这颗 Lolo 之后呢，我们就很少使用它。这个天幕我们是真的有要卖，如果有需要天幕的朋友，我们贱价出售。那也请下面欢迎留言或者是私讯我。以上就是我们5样要推荐给大家2025我们新购入的商品，还有我们准备要淘汰或汰换的一些商品。那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历程呢？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去做分享。这也是露营很有趣的地方，会去购买一些新的东西，然后舍去一些旧的东西。那但是这个买卖的过程呢，说实在真的有点辛苦。所以大家在购物之前，还是先好好的评估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还会再开箱其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啊，或者是露营旅游的一些节目。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给喜欢露营还有喜欢这些生活风格的朋友们。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好，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请田中先生，他说要开课嘛，我们来一起38灯的完整介绍。他那边应该有10几20颗有。好，可以田中先生，我们等你。好，谢谢。